天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厉害，唐诗300首我都能背，水浒108将所有的外号您都知道，星座我都能记下来108将。民歌小王子正站在我们小萨师兄旁边。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梅红。从文艺青年到大数据领域的领军人物，他见证中国信息化的发展。我上网去看了一下这个梯子，没过2天，各种梯子广告应有尽有，到后来连电梯都开始给我卖。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推送实际上推得很愚蠢。到底什么是大数据？数据量大就是大数据，这个不是。网购、导航、发现并击毙本拉登，都是基于大数据的。大数据究竟有什么用？大数据分析股票准吗？我能通过学习大数据发家致富吗？大数据是我们经济转型增长的新引擎。2020，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开讲了特别策划《遇见2020》，本期演讲者梅红。迎高考，祝未来。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高考智能教育倡导者银鼎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是我们开讲开播5年以来第一次换了一个全新的舞台背景，大家喜欢吗？这个新舞台也得承载我们全新的内容，我们专门设计了这样一个新的系列。遇见2020，2020，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到了2020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又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那么，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今天我们脚下的每一步。今天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厉害，在文学方面，他的造诣可以说在他的同行当中极为少见。唐诗300首，基本上可以说倒背如流，熟读武侠小说。对于各个门派之间的师承关系相当清楚，据说对《水浒》那真的是了如指掌。108将每一个人的绰号特点也都是非常的清晰。但是大家别误会，这位开讲嘉宾他不是搞文学的，实际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理工男。他研究的这个领域啊叫大数据。这个大数据啊，我们或多或少能在生活里感受到了一些。比如说前不久，我上网去看了一下这个梯子，就家用的梯子，结果没过2天，我突然发现，当我再打开新闻网站看新闻的时候，中间会突然跳出一个广告，各种梯子应有尽有。这背后，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大数据，已经在起作用。那么今天来的这一位，能够解答我心里的疑惑，到底为什么我会在长久的时间内被梯子所包围？接下来，掌声有请本期开讲嘉宾，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梅红先生，有请。梅校长，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您，欢迎您，来，讲得好，讲得好，谢谢各位，请坐。梅老师，据说您108将所有的外号您都知道。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武松，行者，行者，宋江，胡宝义，胡宝义，宋江好几个外号，及时雨，对吧？武松在景阳冈上打死的那只老虎是什么品种？应该是华南虎了。为什么？宋朝的时代，东北还不在他的境内啊。这是另外一个数据的这个关联啊。实际上，你看我过去中学的时候，星座我都能记下来108将。
那个时候它是一种兴趣使然。血型呢？没告诉我。哎，我愿意去记，唐诗300首我都能背。我在大学时候还喜欢，我办过诗社，办过文学社，对吧？后来当某一天开始讲课以后，我突然改变了我的一个思维，因为我们是学计算的，我觉得很多东西我是没必要去记的，因为我的脑袋有限，我不可能记那么多东西，所以我慢慢就变成了不去记东西，我主要是强调自己的抽象的逻辑能力，我把这个东西捋顺了，能够用计算机解决的事儿，我就放弃了，就不要再做了。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我上网我看过梯子，有人说哦，赶紧给他的手机上发梯子广告，是不是就是大数据的应用的一种体现？我们专业术语叫做程序化数据交易，所以它背后呢跟随的是计算机用程序的方式形成这种数据互联共享以后的这么一种推送方式。是一种全自动的。对对，不是人做的，不是人。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推送实际上推得很愚蠢，你不想要的也给你推了。对。到后来连电梯都开始给我买。对了，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说，你浏览了某一个网站，你的数据，你同意推了吗？哦。购物都是你的隐私数据，对，理论上啊，但实际上你要为了方便，为了能够实现这种电子购物，你不得不把你的数据上传上去。就包括现在的新闻推送，当你浏览过某一类新闻，比如军事，没错，体育当中的某一个项目，过几天你会发现，好像全世界没有别的事儿了，全是体育。它的推送集中在一个事儿上面。对，所以这就是今天大数据运用给人们带来的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既是便利，但是现在呢，这里面推送的技术，就是里面的智能还差得很远。所以这个大数据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而且今天我们很多人，我敢说，我们理解的大数据其实并不准确。到底什么是准确的大数据？大数据在今天的中国以及未来的发展战略中，究竟占有一个怎样的地位？今天我们就请梅校长好好的跟我们说道说道。接下来我把这个讲台留给梅校长，掌声有请梅校长开讲。谢谢主持人啊，非常荣幸啊来开讲，而且是换了全新的舞台，这是我们叫做预见2020的这么一个第一期啊，所以我就首先呢想用一个数字来开这个头，2020年的时候会发生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叫什么呢？叫44GB。那这是我们计算机里面描述计算速度、描述存储容量的那么一个术语。一个 B 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字节，对吧？这 B 是什么概念呢？是10的21次方。那我打一个比喻，我们来算一算啊。比如说，我们大家每天听歌曲，一首3分钟的歌曲，如果把它录成 MP3，大体上要占10兆。如果说我有一个 Z 的存储空间，如果你要把它听一遍是多少？8亿多年。这个数据是 IDC 给的一个预测，就是2020年。那我们再回过来看，03年的时候，我们全球的数据量是多少？是500万个 T。T 是多少呢？12次方，1后边12个零。那我们在09年是多少呢？0.8个 Z。也就是说，1个 Z 不到，和我们现在的2020年的44个 Z， 它只有0.8，而预测到2030年的时候，这个数据会到多少？2500个 Z， 这就是我们数据的一个快速增长的年代。实际上，大家想一想，数据在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间，一直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文明之初，我们结绳记事。是我们某一种记录数据的方式。我们发明文字以后，通过文字文以载道，这也是一种方式。近现代科学，数据建模，直接把数据用过来，这也是一种方式。我记得大概在14年前后，央视也是新闻联播开始出现大数据的词，春运大数据、两会大数据。那个时候啊，我想很多看新闻联播的人开始认识到有这么一个新的词在我们生活中间出现，但实际上很多呢也有一定的认识上的误区。比如说很多人认识数据量大
就是大数据，这个不是。但我说大数据本质上体现在哪？体现在数据挖掘的深度和应用的广度，就是说跨界融合的广度，这个才是所谓的大数据。那我举一个例子啊，1996年美国的人口普查的例子。美国人口普查那年呢是出生数是490万人，490万它仅仅是一个客观的数据描述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和40年前的数据一关联，就会发现40年前是什么？是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那个时候美国正好出现2战以后的一个婴儿潮，叫做战后婴儿潮。那时候出生量很大，和这个一关联，我们就会得到一条信息。这条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战后的婴儿潮这一批人的这个生育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比如说，我们再回头看一看，从96年开始，美国向后10年，就是21世纪初期的10年，它有多少初中老师要退休？有多少初中的学生要毕业？还有呢，如果说这时候为了这个抑制这个薪酬的增长要减税，所以说政治家也会承受不能让老师们的工资增加得太快这么一个压力。把这些东西连起来算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在21世纪的头10年，美国可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教育的压力。这就是这批婴儿潮带来的。这个教育的压力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你可能要做新的政府的决策，也可能会有新的商机，这就是我们透过数据的获取、分析和应用，承载了我们人类发展的巨大的进步。大数据到底对我们有些什么用？我们每一个人都围绕在数据中间。网购，你提交的订单，我们那么多人提交的订单，网站的这个拥有者就会把各种的数据汇集到一起，得到一个巨大的数据池。在这里面，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分析，包括你的信用的分析、你的购物习惯的分析，等等等等。我们每天出行，大家用的地图、导航，它也是来自于各个方面的和交通相关的数据，告诉你当前哪个地方堵。说这些数据汇聚起来，给了我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大数据的应用已经很多，国际上也有很多例子。举一个听起来都比较酷的一个例子，美国有一公司叫帕兰蒂亚，它就是做一个数据分析的公司。它其中最为得意的一笔是帮助美国政府发现并击毙本拉登。它的数据从哪来？就是把各种政府能够提供的数据，包括财务数据、通信的数据，包括它的社交网络等等这些弄起来，这样构成一个实体关系网，就帮助情报人员去分析本拉登在什么地方。16年还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现在我们下围棋已经下不过他了。包括预测奥斯卡，预测奥斯卡的成功率到了将近88%。那这是我们感受到的一些直接的东西。那么从站在国家层面，站在更大的社会发展的层面，大数据给我们带来什么？大数据为我们人类提供了一种认识现实世界、认识复杂系统的新手段，或者说新思维。大数据是我们经济转型增长的新引擎，叫做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什么？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而数字经济所承载的和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不一样的东西是说，我们信息技术过去几十年更多的是作为各个行业的工具和手段，在帮助他们提质增效。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会成为引领者，就是说，数据是里面的关键生产要素。网络是最重要的载体，而我们的信息技术的应用是里面最重要的推手。那这就是一个数据经济的一个内涵。大家说未来很多工作岗位会被机器人替代，这背后是什么？都是基于大数据的信息技术的应用。大家可以
想一想，我们过去讲一个国家的边界、一个主权，陆海空，然后后来到航天、陆海空天，现在互联网构建的一个新的疆域是什么呢？叫做网络空间。前几年我不知道有一个斯诺登事件，大家知不知道？斯诺登是防务情报上的一个雇员，他披露了美国的棱镜计划，而棱镜计划的核心就是把各种能够收集到的互联网上的信息做一个综合的分析，为美国的安全部门获取情报。你能够保护你的网络空间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数据还是提升国家综合能力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新利器。如果说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能力，你以后怎么在这个国际竞争中间保护自己的安全，提升自己的能力？大数据也是我们政府治理或者社会治理的一种新途径。那这里面就有很多可以值得和大家共享的例子。在座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买房公积金贷款的？公积金贷款通常要走多少流程？首先，你要到公积金部门给你那个征信查询的那个授权，然后到银行部门得到征信报告，再到单位证明你的这个工资，民政部门证明你的婚姻状态，还有呢其他的各种状态，前后所有的部门跑下来要跑10多次，才能拿到这个贷款。后来政府办政务大厅，我们把所有的部门、服务部门都集中到一个大厅里面，不会满城跑了。但是我们还是一个窗口一个窗口的排队，每个窗口你都要交你的身份证，交你的身份证的复印件等等一堆的东西，重复的来一遍，所有的数据都重新填一遍。现在浙江在推行这个最多跑一次，它以衢州为综合试点，搞那个一窗受理，你带着身份证，带着购房合同，带着你的首付款凭证，半小时贷款拿到，对吧？衢州做了一个统计总体上可以让老百姓少跑18万次，少开证明12万次，了不起的贡献嘛，对吧？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就是我们讲的大数据的例子。在大数据时代，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什么？带来的是我们生活的方便，带来的是我们工作效率的大幅度的提升。我自己很有幸的经历了信息化发展的这个几个阶段。我还记得我刚开始学计算机的时候，我们2个班60来个同学，只有一台机器，那台一台机叫 DJS 130机，是我们国产的。那个机器就像现在的一个柜式空调那么大，全班同学就用这么一台机器，上面没有操作系统。但我只告诉大家这个机器有多简陋，它的内存有多少？4K， 那就是我碰到的第一台计算机。后来我毕业读研究生，导师安排我给一个工厂开发一个软件，很多零件是钢材做的，但他用气割机把它割出来的，给一块大的钢板，然后呢，我就把各种零件排在钢板上，要省料，要尽可能节省钢板。同时，你也在考虑你这个火焰切割机走的路径，对吧？你走的地方可能就把钢烧软了，你得换个地方走。所以这是一个多维的优化问题。我呢就做这么一个软件，叫做排料软件。那时候我就非常幸运，专门给了我一台 PC 机，24小时我都能用。那时候一台 PC 机多少钱？几万块钱。所以我呢是真正的见识了那个阶段，就是我们 PC 机所带来的国内的大量的应用。但我们国内每一个单位的信息化也从那时候开始的，这是信息化的第一波浪潮，是因为 PC 机的大量使用开始的。第二波浪潮是什么呢？90年中后期，随着互联网商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是以联网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阶段。我们早期在银行去储蓄的时候，都是手写的那个活期存单，到后来每一个储蓄所都完成了单机的信息化的工作。联网时代就开始大集中，我们就可以通存通兑，现在是同行通存通兑。现在我们基本上推一个网络，可以跨行的通存通兑，对吧？汇款都可以做到了。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
而通过第二阶段20多年的积累，到现在，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刚才我给大家描述了这个数字啊，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什么呢？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以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特征的智能化阶段。未来会是什么样？以我自己的想象来说，一次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的社会的变革正在拉开序幕。那么，对我们在座的年轻人来讲，这正好是你们所面临的一个时代。你们是不是准备好了？我想，未来社会的生存，除了你会用工具之外，你还得有一种很多思维方式的这种重要的变革。不管你是不是学计算机，你学任何一个行业，对吧？这就是一种基本的能力。现在的大数据时代，那我觉得有几个思维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计算思维、大数据思维。说现在的社会，比如说你还需要去做老算、做心算、去背99乘法表吗？你随时拿出手机就可以摁所有的加减法、乘除，多少都可以做。所以说，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现实世界的这种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首先想到的这个问题，我能不能用计算的方式来解决？就是用计算科学的一些概念去建模现实问题，让它计算的方式来解决。这就是计算思维。数据思维是什么？你得要学会怎么获取数据，怎么去分析数据，啊，怎么从数据里面萃取价值，怎么去应用这个数据。得有这么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变迁，才能更好的在信息化、大数据给我们带来机遇和挑战的这么一个时代，每个人都能成为时代的孟超。我们国家正在走向一个强国的新征程上。那么，怎么样完成在新的时代，我们科技实力，特别是信息科技实力的提升？我们早期是基本上是和国际接触不多的，一直到90年代，我们都是在国内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做的很多是填补国家空白的事，是吧？2000年以后，一批一批的学者走向国际，我们开始在国际上有了很好的展现度，也有很好的影响力，甚至有很多的成果，也形成了在国际上领先的这么一种态势。但是总体而言，应该看到我们整体的科技水平，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说，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在我们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未来的很长时间之内，我们能不能完成我们自己的自主技术的创新？我想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我们的责任了，是在座的年轻人的责任。希望你们不管是未来从事什么行业，通过我们的创新，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得我们的科技强国梦能够实现。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也算是我和大家的一点寄语。谢谢梅校长，谢谢您。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刚才您的这个开讲当中啊，讲到了很多中国的这个大数据，且别说大数据了，就是计算机技术从一开始到现在的这个发展的过程，这一点我相信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可能感受是不太深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在他们刚一出生，似乎就觉得身边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已经长久存在的。其实并不然，是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秉承着这样一种精神为我们创造出来的。在您演讲的过程中，现场也有很多的观众给您写来了小纸条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银鼎教育小纸条全民互动环节。第一个问题，这位观众非常直接啊，您得适应他们的风格。您讲的大数据这么厉害？大数据分析股票准吗？
我能通过学习大数据发家致富吗？这个词儿用的发家致富，恭喜发财。所以我想啊，先回答最后一句话。如果你真正的学会了掌控大数据，你是可以发家致富的。你知道大数据工程师或者这种数据分析员的薪酬是多少？比我高，啊，关键您的是多少啊？您这比较，我得有一个比对的基础。反正就是待遇不菲，待遇不菲。现在这个行业正在缺这样的大数据分析师，对吧？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数据需要去分析。现在我们整体上的数据应用还属于初级阶段，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的目标啊。所以你刚刚只是说那个股票准不准？对，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我们把一个高级的分析师关到一个黑屋子里面，只给他数据，不让他对外传信息，是能分析出来的。关键是这个消息不能说出去，说出去就不准了。对，因为它是一个开系统，对吧？但有时候像我们的交通也这个概念，说某地方堵了，对，然后呢，我们所有人一听堵，赶紧去那条不堵的路，结果全堵在那儿了。真正堵车的地方好了，没错，就是因为这种开系统，它有一个人为的后期的因素在里面。但我估计您这句话说完，今年北京理工大学学大数据的招生啊，估计人数要暴增。欢迎，大家都打着牌子发家致富，大家就去了。接下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们现在的开讲啊，在央视网的平台上专门有开讲的专区进行图文直播，然后有网友也会通过网络向您提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梅校长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大数据这个词在社会中讨论火热之后，有很多学生在高考报卷会跟风报名相关专业，这种稍显盲目的选择，是否会对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产生不好的影响呢？我个人分析，这位观众有可能就报了这个志愿。他现在是想刺探一下您的口风。这个问题啊，很难回答。从事这个专业人来讲，我希望越多人报越好，而且现在确确实实社会上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啊，都有它存在的必要，也不能够让所有的人都挤到一条道上去。360行，行行出状元。最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喜欢的，自己适合的。也就是说，你的思维方式，你的学习方式能够适合这个行业的，可能会更好。以我个人理念讲，大学的本科不应该急于过早的确定专业。总体而言，大学已经不是过去的精英教育模式了，所以我们应该大学总体强调的是一个通识教育，就是学好基础可能更为重要。到大学后期研究生阶段，再选择专业也来得及。是的，大学本科阶段应该各方面的知识都吸取一些，让自己的知识结构变得尽可能的稳固一点，而不是说我仅仅只靠一条腿走路。接下来时间交给6位青年代表。院士您好，我是一个学大数据应用的博士生。还有2年毕业，所以就是我还有2年就到那个发家致富的那个阶段。老想着发家致富。所以真的很荣幸能跟您面对面的交流。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这个网络空间是属于我们的领土，然后那相应的包括网络攻防这样的技术啊，还有国家的立法什么什么都已经是健全了，但是个人在这个层面上探讨的还比较少。随着这个信息化进程一步步的发展，我愿意出让一点点我的隐私来获得这样一个好的服务。但是实际上搞大数据都知道，越随着它深度广度的发展，它挖掘出什么东西、什么结果，造成什么影响，我是不知道的，他也不知道。他提问说你同意吗？那我同意，可是结果是怎么样就不可控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是怎么看待的？我首先讲，任何一个技术的进步都是双面的，技术在给我们带来便利、带来进步的同时就会带来别的问题。大家还记得卓别林的
不知道年轻的同志未必看过啊，《摩登时代》代流水线上的工人吗？这是工业时代给那些人带来的当时的困境，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到底怎么样保护这种数据隐私。实际上，从我们目前的技术体系而言，我以为是没有技术方案能够保护这种所谓隐私的。那么，真正的隐私的保护，一定要从法律法规的层面来建立一套体系，也就是说，要约束这些厂商的行为。现在都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约束过了，这个行业就没法发展；一点都不约束，它就出现滥用。比如这几年这种数据隐私泄露，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不堪其扰，对吧？经常打电话来，房子你要吗？你的房子卖吗？而且能准确说出你住的地方。没错说您的这套房子，您打算卖吗？对，它都很多准确的数据都拿到了，纯粹靠技术手段难以把握这件事情。各国呢都在有相关的法律，现在目前的法律呢，可能欧洲是最严的。我们国家去年颁布实施了这个网络安全法，啊，这里面也有相关的关于数据的可删除权的这么一些条款。立法能够约束很多行为，他不敢做，这要付出代价。但是有一点，就刚你自己也说了，你要这个便利，你就得牺牲你这个隐私。医生面前没有人讲隐私的，说最终你要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生命，你所有的数据也会向医疗机构去上交。所以现在这个可能是我们目前啊，在这个发展中不得不忍受的一个阶段。任何一个社会发展啊，技术上来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但总体而言，技术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这个趋势我们都挡不住。对。下一位。梅院士您好，小萨师兄您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高宇泽。梅院士，您还记得我吗？这种问题特别不厚道，您就直接说不记得。确实不记得。不记得了。这样，我先来给几个提示。你万一给完提示还是不记得？啊，那我就再来讲个故事。我先来报几个歌名儿，鸿雁、精忠报国、敢问路在何方。哎，都是我的成名曲啊。这3首歌怎么有什么特殊的？哎，您想起来了吗？想起来了。谁呀？这个事情想起来了。人还是没对上号。这故事有点长。话说，5年前，2013年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人生里第一次站在了北京大学的100年讲堂的舞台，主持北大的新年晚会。然后当时呢，导演组就给了我一个现场的一个命题，一个任务，说，哎，我们每年呀，都必须得主持人去调侃一位雅号为民歌小王子的老师，让他唱歌。然后今天我得隆重说一下，这位民歌小王子正站在我们小萨师兄旁边。哎，我一直以为你在说我，但是我只是觉得那个外号稍微有点不对，绰号。他民歌小王子，我一想不对，我叫中华小曲库啊。民歌小王子，哦，原来是您。哎呦，这得罪。我们其他人唱歌都特别喜欢表演，对吧？然后都是面对着观众，但是我们这院士呢，给自己加了一段戏。哦，他是背对着我们观众，然后面对那个大屏幕，然后出字幕的时候就开始，哎，像在我们卡拉 OK 里 K 歌一样就开始了。这个中华小曲库。我特别想问一下那个梅院士，我一直这个疑问都带了5年了，您是真没记住歌词呢，还是为了想故意逗我们大家笑一笑？就整首歌大家看的是梅院士的背影。背影，对。我是不想记歌词，我认为这些东西都能查得到，所以说就像今天我这种来开讲了，我就面临很大的困难，有的东西我记不住，我必须要靠提示，今天又没有提示。所以我漏掉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但您那会儿是在表演，没有？你得让观众看见您的正面的形象啊！所以那会儿您转身去看大屏幕，那不就影响了表演的质量吗？那个场合呢，我表演怎么样不重要，对吧？我的上台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是北大信科
在北大4大疯人院之首，没错。啊，学院最大，学业重，很晚的还在实验室加班。但是我们的这个学院的新年晚会，我个人以为啊，比那个年末学校的那个晚会还要精彩的，一票难求。我证明，因为这2个我都主持过，确实是。我也来自另一个疯人院——生科院。生命科学学。没错，我是第3大疯人院——法学院。法学院。对，法学院好像排不上吧？但是真别说，那几个晚会还不错吧？有很多这个都是学生们自己办的。几首歌当中，您最喜欢哪个？鸿雁。精忠报国，我喜欢敢问路精忠报在何方？精忠报国，来，音乐起。我帮您在旁边提着词儿啊。但我跑调，大家没说这个事儿啊。我们不关心这个。龙岩起，江山北望，龙旗天马朝思剑气如霜，心似黄河水茫茫。20年纵横间，谁能相抗？你看我就是文科生吧。马蹄冷去人北望，人北望后，听望尘飞扬。我人生土开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哇，这个真是太……记不住词就尴尬了。我已经感觉到了，没有提字器，想要完成一个表演，那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我第一次听见一个科学家把歌唱得这么好，确实，尤其那个高音，一般人上不去的。我在中央台凭借这首歌征战很多年。啊，对，堂堂中国，堂堂中国要让四方。这个高音很难上去的，您刚才毫不费力就上去了，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优秀的科学家，他内心的这种人文气质一定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也觉得太荣幸了，因为我欣赏过这么多版本的梅老师唱歌，第一回是正对观众，面冲观众的。对。但是您刚才也提到过，说您自从开始抛弃了您的文学旧爱之后，改上喜欢大数据的新欢，然后您的这个脑子里就会抛弃掉很多东西。我想您现在还储存一些什么呢？年轻时候记的一些东西，有的还记得，但是确实随着这个长久不复习啊，那已经忘了很多。但是呢，我想那个时候读的东西，给了我个人啊很多的启示。有一次北大说让一些教授说推荐对你人生影响比较重要的几本书，当时我自己呢写了3本，第一本《封神演义》，那是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在外婆家的那个阁楼上找到的一本书，那是我自己读的。哇，还有这么多可以想象的东西，就人要敢想，可能就后来根植于我心里面一些敢想的东西，敢于往前想的东西，是从这儿来的。我曾经有很成功的一段编软件的历史，我的软件也是产品，在工厂里面用的。当时老师也让我去，就是顺势就做这个技术推广、产品推广就去了。我为什么后来放弃？我是发现了一个问题：编软件以后啊，我们都有错误，要不断的修改错误，还有不断的新的需求来，我要不断的改。当我在一个已经成型的产品上去修修补补、去改动的时候，我觉得没有激情了。我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我可能不断挑战新的东西，更能够引起心里面的这么一种愉悦。所以那个时候我选择我去读博士，对吧？走向了学术的路，当然也是完成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做科学家的一个梦想。谢谢梅院士。谢谢谢谢。下一位，谁来？来，梅院士您好，我是来自北京工业大学工业设计系研究生2年级的一名学生。
我本身不是大数据相关领域的，但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嘛，我们工业设计系也开了很多相关程序的课程。就是在这个做项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把这个新时代的东西，包括大数据啊，这个 AR、VR 和我们的传统的古建筑相结合，做了这么一个产品，我也带到了现场。怎么玩这个东西？你过来吧。给院士看。就是这是个砖头的照片。对，这个代表的是我们的古建筑的一些墙面，这个手中的一个手机啊，然后我扫到这个，对，好了，扫到这个手机，我拿的是，哇，所以还可以转，对，是吗？我感觉像端了个模型一样，但实际上就是个图片。我们参观到一些古建筑的时候，就是看到墙面上会贴二维码，然后我们去扫二维码的过程它会告诉我们这个古建筑的信息。然后其实墙面上已经有很多的数据，这种颜色信息啊，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用到这些信息。可能我们一定程度上想取代二维码，其实这就是通过一个比较新的角度，然后让这个年轻人重新关注起这些古建筑，然后唤起大家对古建筑的一个记忆。谢谢。相对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古建筑的数据啊和这个电商平台之类它的数据来源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数据相对于它来说是比较小量的。但是我们的数据每一项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然后想请问您对于这种数据深度挖掘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刚刚你讲的东西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姑且不说我们每一个人到哪个地方去旅游感受，不仅仅是中华，整个全世界这个历史文化遗产的这个数字化保留的问题，这样的数据，它把本身的你每一个实物点上的东西和周边的历史的数据在于关联。它就会把我们整个历史的脉络全部在里面呈现出来。这些数据基本上都是没虚的。关键的问题是要有一种平台把这些数据汇聚起来。里面现在苦于的是拿不到这种东西。对，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挖掘。这是博物馆拿到更多数据。这是我们的博物馆的事情。他们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除了像天坛、故宫这样的名胜古迹之外，还有很多散落在民间的小型的古建筑，甚至有一些已经可能只剩下遗址了。对，特别有特色，但是就是散落在民间。然后我们想就是以自己这个专业的身份，然后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把这个角落当中的古建筑的数据给收集起来，然后集成这样一个库，然后去深度的处理这个数据。对，很有价值啊！你这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啊，再和他们的地方志结合。每个地方现在都在重新修地方志，把地方志把它这个历史事件再一结合的话，这个时间轴上的东西就有了。好，谢谢您。院士给你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就像我们这样非大数据专业的一个人，然后在这样一个数据时代当中，对大数据的了解应该到什么程度？然后可能就是让除了大数据以外的人也能发家致富，就是要惠及人民群众。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研究大数据的本身的机理啊、它的基础啊什么的，要学会用。在未来的时代，不管我从事什么行业，有一点要改变。如果说我们过去仅仅是把计算机或者数据当成我们的辅助工具的话，现在我们要尝试换一个视角，是我们跟着它走，而不是让它来帮我。也许可能会对你在本行业的东西会有一个跨越式的这个思想上的升华啊，这是我讲可能的一个观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掌握到什么程度？第一，我的真正的知道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是大数据。第二呢，我得有这种思维的方式，用数据的方式去思维，就是我从我这个应用上讲，我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来支撑我这个应用？大数据它一定是和领域紧密相关，你那个行业的数据，你最有解释权。谢谢梅院士，也能让我知道其他专业也可以发家致富。小夏老师好，梅院士好。我叫段雨辰，是一名初2的学生。然后从我就是出生开始，就感受到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就像您所说的一样，以后很多的职业都会被代替。就是我在想，以后科学家也许是最有趣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职业吧，就是因为它可以创新创造，然后用科学技术来改变世界。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像您一样优秀的科学家呢？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么年轻的这个孩子辈的人啊，
立志于科学，现在学习好，把基础打好，然后呢，有这个目标，坚持下去。做这件事情是很枯燥的，很刻苦的。我个人对我的学生比较喜欢的一种品质，就是敢于质疑和挑战。就是你不要相信文章里面、论文里面写的东西就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了，你也不要相信老师就一定是对的，对吧？要和老师讨论。所以说，凡是我喜欢的学生，都是敢和我当面讨论的。我把这种称之为什么呢？就是批判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从事科学的人是很重要的。你不能相信权威说的就是对的。所以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现在改了很多了。现在因为做行政管理，有时候不能总这么干，对吧？就是说别人说什么，说完之后，我首先谈的是漏，从负面去想它的漏洞，去抓它的东西。技术进步或者科学发现，它是永远无止境的。我们人类对我们身边、对我们环境的认识，还是非常局部的。所以这个还有很大的空间，要不断的质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够不断的推动科技的进步。有一个故事啊，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您这种强迫症到了不是没有朋友的地步，而是没有女朋友的地步，这事儿是真的吗？这是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是过去的事。对，那当然。见面聊天的时候就说，你怎么每次说话都没有一次赞扬，都是从负面开始说起，别人就不见我了呗。所以一定要把生活和事业分开，这个批判性思维真的不能用到生活中间，我是有教训的啊。最后一位苏文一，小邵老师好，梅院士好。因为像我们年轻人还是有一种就是想要出去浪的侠客心吧。像我之前的话就是大学在南京读的，然后在广州工作了3年，现在就回到家乡浙江去创业。那么在这几年当中，我自己的社保卡就有好几张，然后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就相当于重新办了一张。那么到另外一个地方以后，那么这个社保卡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做到就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统一的大数据？尤其是社保啊、医疗啊、人口的基本信息啊，包括以后未来带着孩子的各地跑，你的户口地所在地和你外面的这些信息能不能匹配上？有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它是要解决数据的共享、交换，对，还有呢的汇聚的一个问题。你讲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在这个议事之神上。如果他看这个国家的那个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话，政府是有时间节点的，国家给的时间点是这样：今年解决共享问题，至少在省部级应该完成共享的问题。2020年是要解决数据向社会开放的问题，就是政务数据很多可以开放的，要向全社会开放，而且这些开放的数据对未来的创业者，包括你们呢，就会带来很多的好处。因为政府的数据啊是含金量、质量最高的一批数据，和你的场景一结合，就可能产生很多新的这种增值服务。这是有时间节点的，我相信快了。非常期待那一天的到来，谢谢梅院士。大数据也好，网络也好，未来所有的一切，我们今天听到的最新的概念，人工智能等等，我们不要坐在这儿等着他们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如果你没有办法参与到这其中，这种等待是痛苦的，你是被动的跟着这个时代在跑。未来是怎么来的？未来不是等来的，未来一定是一步一个脚印，用自己的脚丈量出来的。2020年不到2年了，未来会是怎样？这个答案不在我们的开讲嘉宾这儿，也不在我们的节目中，这个答案在你们每个人自己的脚下。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开讲再见。谢谢梅院士，谢谢。街头，想要自己。